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剧痛席卷全身，我拼命想从瑟拉菲娜身边爬开。她本该是我的姐姐。没错，我是被收养的，但她一直对我倾注着关爱。然而此刻，她的眼睛里燃烧着仇恨与厌恶，居高临下地怒视着我。你是真这么蠢，还是真的不明白？她讥讽道，声音里充满了轻蔑。我抬头看着她，疼痛与困惑交织。我一直都按她的意愿行事。我让她冒名顶替我的珠宝设计成果已经好几年了。那她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求你了，告诉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保证我会改。我的话软弱无力，带着恳求，声音因滚烫的泪水滑落脸颊而哽咽。瑟拉菲娜踢开我伸出的手，仿佛那令她作呕。这就是我受不了你的地方。她啐了一口，鼻孔翕张。你顶着那张瓷娃娃脸，瞪着那双灰色的大鹿眼，装的一副甜美无辜的样子，让所有人都喜欢你。她拳头紧握，全身因愤怒而颤抖。我恨透你了。为什么？我嘶哑地问道，声音几乎细不可闻。我的头剧烈抽痛，那是废弃仓库冰冷无情的墙壁造成的。他手下的一个打手把我的头狠狠撞了上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突然尖叫起来，声音因狂怒而嘶哑。因为你偷走了我的人生。他的话语像毒液般喷射而出。什么？我倒抽一口冷气，疼痛与困惑交织，让我呼吸一滞。你偷走了我18年的人生。他嘶嘶地说。我被困在孤儿院的时候，你却在过着本该属于我的生活。应该和卢西恩订婚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每个字都浸透了苦涩，他的手在身侧攥成了拳头。我的胃猛地翻搅起来。他在说什么？他小时候失踪又不是我的错，况且6年前爸爸妈妈找到他后，给他的只有爱。还有卢西恩，他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？我根本不喜欢他。卢西恩，我困惑地皱起眉头。你知道我不喜欢他。如果你想要他，你直接说啊。我相信爸妈会取消我们的婚约，安排你和他。别叫他们爸妈。他厉声打断我，眼中燃烧着赤裸的怒火。他们是我的父母，不是你的。他呼吸粗重，怒气 palpable， 然后继续说，再说了，你真以为妈妈没试过解除你的婚约吗？卢西恩固执得像头骡子，他非你不娶。可我不爱他。我的声音细若游丝，绝望感爬上心头，心跳加速。我爱的是艾德里安。我搜寻着他的脸，祈求他能明白，我从未有意夺走他的任何东西。哦天啊，你能笨到什么程度？他疯狂地大笑起来，那笑声让我脊背发凉。艾德里安不爱你，你这个白痴，他爱的是我。他的话像刀子一样刺穿了我，将我的心撕成碎片。那不是真的。我抗议道，用力摇头，试图忽略颅骨中阵阵的抽痛。哦，但那是真的。他得意地笑着，脸上扭曲着残忍的满足感。这些年，他不过是在利用你。你只是太蠢了。不！我哭喊出来，声音颤抖。你本该听卢西恩的话的，你知道。他脚上的名牌高跟鞋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发出不祥的咔嗒声。他向我走来，那声音在空旷的仓库里诡异回响。他一直在试图保护你，远离我们，可你呢？你只会羞辱、侮辱、背叛他。突然，他一把抓住我的下巴，手指掐进我的皮肤，强迫我与他对视。你配不上他。他啐了一口，厌恶地将我的头推向一边。你在撒谎。我的声音冰冷，几乎细不可闻。我不愿相信他。我不能相信他。他嗤之以鼻，是吗？他嘲弄地歪着头，继续说，反正你都要死了，我有什么理由对你撒谎呢？我的心像打鼓一样狂跳，我在他脸上搜寻任何谎言的痕迹，但什么也没有。他眼中映出的只有冰冷、残酷的真相。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可是，为什么？你知道你那个小朋友，塔利亚吧？他用一种近乎无聊的、漠不关心的语气继续说，仿佛在谈论天气。他发现了我们在做什么。
我们只好让他闭嘴了。我倒抽一口冷气，喉咙发紧，眼睛因纯粹的恐惧而睁大。什么？塔利亚死了？我那个红发、性格火爆的挚友？是你把他推开，冷落了他？瑟拉菲娜摇着头，假惺惺地表示同情。甚至到最后，他也没有撒谎。他是在试图救你。他发出一声苦涩的笑，仿佛塔利亚那 unwavering 的忠诚让他恶心。你知道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？就在我把刀捅进他胸口之前，一抹邪恶的笑容在他唇边绽开。他没有等我回答，他求我不要伤害你。瑟拉菲娜的声音变得尖锐，眼中闪过愤怒和某种像是怨恨的情绪。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些人对你这么忠诚，而你却一直像对待垃圾一样对待他们。我感到全身麻木。你杀了塔利亚？我低声问道，心口一阵剧痛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，现实沉甸甸地压下来。我以为他出国了。他告诉我，既然我不听他的，他就去陪他父母了。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他离我和我的事远点。我让他再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根本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我怎么会这么蠢？我一直专注于把忠诚献给那些不值得的人，却推开了唯一真正关心我的人。正当我努力消化他所说的一切时，艾德里安走了进来。看到他，我胸中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，脆弱却又燃烧着绝望。艾德里安，我叫道，一个微小的微笑试图冲破我脸上刻画的痛苦，但他接下来的举动彻底击碎了我。艾德里安甚至没有瞥我一眼，他径直走向瑟拉菲娜，揽住她的腰，将她拉进怀里，然后在她唇上响亮地印下一吻。我的呼吸哽在喉咙里。不，搞定了吗？瑟拉菲娜问道，对她灿烂地笑着，仿佛我不存在，仿佛我的整个世界没有在我周围崩塌。我怎么从没注意到这两个人在我背后搞在一起？是的，她的回应很平静。他一收到艾琳娜被绑的消息，那个痴情的傻瓜就跳上车，像个疯子一样超速赶来这里，完全没发现他的车刹车被人动了手脚，全速碰撞，当场死亡。他举起手机给瑟拉菲娜看什么东西。拜托，千万别是卢西恩。我祈求上帝那不是卢西恩。哦，那一定很痛。他说，盯着屏幕，然后爆发出大笑。接着，像是突然记起我还在这里，他转向我，漫不经心地耸耸肩。哦，好吧。最后站在你这边的人也死了。那不是真的，我低声说，感觉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碎殆尽。卢西恩不可能死。我摇着头否认。卢西恩是个强大而固执的男人，他不会这么容易就死掉。瑟拉菲娜把手机转向我，我的心猛地一沉。屏幕上，卢西恩满脸是血，毫无生气。他们正把他的尸体装进尸袋。不！我尖叫起来，被痛苦淹没。我一生都在恨他，推开他，然而他却为了救我而死。他为我做了一切，甚至签下他整个帝国来证明他的爱。而我呢？我把他拱手送给了艾德里安。艾德里安现在站在瑟拉菲娜身边，用冷漠无情的眼神看着我，像看一个陌生人，好像他从不认识我一样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艾德里安？我哭着，声音破碎。我把一切都给了你。绝望撕扯着我的胸膛。如果你这么恨我，当初为什么要救我免于溺水？我尖叫着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。一声残酷的笑从他唇边溢出。你以为是我救了你？那天是卢西恩救了你，不是我。我的呼吸一滞。他真是个懦夫，艾德里安带着讥笑说，甚至不敢留下来等你醒来，所以我只好救了你。我瞪着他，感觉世界天旋地转，6年前那天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回。卢西恩，是卢西恩把我从水里拉上来的。当时瑟拉菲娜和他的朋友们觉得把我推进游泳池会很有趣，他们明明很清楚我不会游泳。我记得瞥见一个离去的背影，但当我醒来时，坐在床边的是艾德里安。我一直以为是他的，但那是卢西恩。
一声呜咽哽在喉咙里，胸口发紧。是卢锡恩，我低声说，声音空洞。一直都是卢锡恩。记忆如潮水般将我淹没，那些我一直太过盲目和固执而不愿承认的记忆。每当我遇到麻烦，卢锡恩总是在那里。即使我推开他，对他大喊大叫，诅咒他。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。沉浸在悔恨和绝望的漩涡中，一股尖锐刺鼻的气味突然钻进我的鼻子。汽油！我警觉地抬起头。艾德里安站在几英尺外，正把汽油倒在地板上，液体在我周围汇成厚厚的、深色的水洼。我的血液瞬间冰冷。不，求你不要！我哀求着，试图移动，试图站起来，但我的身体不听使唤。我感到如此虚弱。腹部的刀伤让我失血过多，视线边缘已经开始模糊。你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。我虚弱地说，声音细若游丝，转向瑟拉菲娜。你还不满足吗？她迎上我的目光，露出一个邪恶的笑容。不，我的呼吸再次哽住。只有当你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，我才会满意。她说，啪嗒一声打着了打火机。小小的火苗在她手中跳跃，明亮而饥渴，毫不留情。然后她没有丝毫犹豫，把它扔到了我面前。火焰瞬间爆燃，发出咆哮，贪婪地舔舐着浸透汽油的地面，迅速蔓延开来。当火焰触及我的腿，灼烧着我苍白的皮肤时，我尖叫起来。求求你，帮帮我！我哭喊着，声音因浓烟窒息而破碎，烟雾像成千上万根火热的针一样刮擦着我的喉咙。但他们没有来救我，相反，他们只是大笑，冰冷、无情，完全漠不关心。当火焰将我包围时，我看着他们转身离开，手牵着手悠闲地走出仓库，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我开始向任何我能想到的一切祈祷。我祈求奇迹，尽管内心深处我知道那是徒劳的。我多么希望，我多么希望我曾做出不同的选择。我多么希望我曾更善待那些真正关心我的人。当黑暗最终将我吞没时，我向星辰许愿，希望能有机会回到过去，弥补一切。然后，一切陷入黑暗。